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一，欢迎来到频道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每个月在做记账的习惯，我是有啦，我做了好几年了。所以每年的最后一个星期，我都会坐下来看看我今年到底花了多少钱，有没有超支，又把钱花在哪里，然后我就会规划我明年的预算。这个视频是来跟你们分享我到底是怎么做我的预算，你们可以用来做参考，但还是要找到你们自己适合的方式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大多数我记账的方式就是用 Excel，我觉得比较方便。然后我自己有两个户口，一个就是薪水的户口，一个是开销的户口。所以我的薪水会进这个户口，如果我薪水是1000元，我1000元会进这个户口。然后我会这个月的开销是500元，所以我会从这个薪水的户口转500元去我的开销的户口。所以我要提取什么钱，我都从这个开销的户口拿出来。所以这个薪水的户口只是转账而已，一直转账，一直转账，转账。然后，当然在新加坡我们是要给公积金的，公积金大概是20%。所以假设我的薪水是1000元，然后我要给公积金20%，就是200元，然后扣到来我只剩800元，所以我就用800元来做我每个月的预算。而且我这边的预算就是大致上是这几样东西，因为我都住在我妈家，所以很多东西我就不用给钱来，电费啦、水费啊，这些都是我妈在付。好，而且这个预算我一做好后，我就不会改，就等于1月、2月、3月、4月都是会照这个预算走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如果你每个月都在改你的预算，就等于你自己现在都没有真正的了解你每个月到底你的开销是什么。如果你每个月一直在改，就好如你根本不用做预算，你就喜欢花多少就花多少，这样做这个预算就是没有意义了。好，这样我就开始吧。好，所以大致上我每个月会储蓄500元，所以一年加来就6000元。所以开销方面，父母每个月我会给1000元。保险，保险其实是两个部分，一个是保险的保险，一个是储蓄的保险，就是单单储蓄。可是因为做这种储蓄，你是要放10年、20年，你才可以把钱拿出来的。所以暂时我会把它当成开销，因为你是看不到钱，可是你钱一直出去你口袋，一直出去你口袋。所以大概是880元。所以我的那个储蓄可能要等到60岁、70岁了才可以把他的钱拿出来，所以暂时还是放开销。所以我的电话费我是拿一个最简单的，所以一个月大概19元。好，这个就是我的宽频网络，然后我的 Netflix，然后还有其他的瑜伽播道等等，所以这个大概一个月85元。好，这个就是杂费。新加坡人大多数人都住在主屋区，主屋区的周围都会有清洁人员来打扫，所以这些是要给管理费的。所以46块半吗？哎呀，46块半。然后交通就是上下班我就搭地铁或者大巴士，然后大概一个月是花80块上下班。如果我星期六、星期天、周末的时候就是要出门的话，就是可能会搭地铁或巴士。如果很多东西要买的话，就可能会搭德士。所以我大概放100元。然后网站，虽然我是一个网站，可是我现在比较少用了。可是这种都是前1年、2年或者3年的，我还是要照给钱。然后我现在还是有用 Photoshop，所以那个每个月也是要给钱，所以大概一个月给大概是30元。然后这个是个人消费，个人消费就是我吃东西啊，我买东西啊，我的娱乐啊等等，什么东西就是个人消费。这个我就抓800元。其实800元对我来说就是蛮足够的，因为我吃的都蛮简单的，所以都不用花太多钱。假设我一天吃3餐，每餐5块钱，所以一天是15元，
再乘30天，就是450元。如果你扣掉800元，我还是有350元可以用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足够的。所以总开销加上这500元是3460元。如果我不加这个储蓄，就是差不多2960元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会放5000块在投资。然后这个是买彩券、彩票啦，就买个希望吧，看会不会中多一点钱。所以一年我会放500元。这个是出国旅游，我会放2000元。虽然现在是不可以出国，可是但如果是可以出国的话，如果我没有把这个设定一个数目的话，我就要在我的个人消费这边拿钱出来，所以我还是要设定一下我的旅游的消费。所以大致上我是这么规划我每个月的预算吧。我不会把我的薪水的钱，如果是800块，我不会把全部填满800块，一定会剩一点点下来的。然后整个月是怎么操作的呢？我就会做一个这样的东西，所以我会有一个1月，有一个2月，有一个3月，然后我会把刚才的数目字全部丢进去，所以我就把这个丢进这边。这个是一次性的，1年一次性的，所以我只会放1月，然后其他的我是不会放的。这些我就放每个月都放一模一样的在这边。所以假设说个人消费，就等于如果今年这个1月我的消费是600元而已，所以我多余200元。然后200元怎么办呢？200元我就会放在下个月2月，所以2月加上我的估计800元，我就有1000元可以花了。如果你说2月你有朋友结婚啊，你要买什么东西啊，然后你就超额1200元，所以你就变成负200，所以这个负200会放去3月负200，加上你的800，就等于这个月我只可以花600，所以以此类推到12月，所以等到月底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知道，其实在这方面个人开销，我今年是花多了，还是花少了。然后才知道，到底，今年可能是，交通费起了，可能我要多起，多10元，还是我的那个宽频网络可能不用买一个这么好的，我可以减少我的消费。好，那就是我怎么做我明年的每个月的预算。那你们是怎么做你们预算呢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哦。好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，拜拜。我是沈毅，如果你喜欢我拍的视频，就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下个视频见吧。